八卦一下新移民怎么去投票。这2天加拿大投票日，昨天我也去投票了。今天给大家说说咱们新移民是什么样的投票心理呢？大家知道，我都出国30年了，投过很多的票，看过很多朋友面对投票有不同的想法。做了加拿大公民，最神圣的事就是去投票，因为这是自己的权利。所有加拿大人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。可惜我们新移民总的感觉有点先天不足。一是出国后了解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，大家对这个国家不了解，谈不上对国家、对政府、对机关、对单位的具体了解，那就更不好说选什么、选谁，对人也不了解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对主流社会进入不了主流社会，对一些客观的事实不清楚，所以投票面临着问题。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，虽然知道了一个原则，选票就是选自己对自己有好处的人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原则，也是个最通俗的解读。但是谁是对自己好的人呢？有时也觉得是莫名其妙，找到的理由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。我们都是生活在下层，所以的话呢，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寻找的这个理由挺可笑的。在大家必须投票的感召下，我们只能随流。包括前2天出国已经10多年、20年的朋友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，你能透露一下吧？你选谁？怎么个选法？我一下子就笑了。我说，你都出国那么多年了，你难道选谁？怎么选你都不知道吗？后来想想，他说的这话可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，是很多人的想法。因为很多新移民都不知道这个情况。我也是一样，前些年曾经悄悄地放弃过，不敢跟人家说，人家说这是一个公民的权，一定要把握住，不能轻易放弃。但是呢，因为生活所迫，工作很忙，也不知道选谁，所以悄悄地放了，也不敢跟大家讲。据说渔民的投票权很重要，这2年我也慢慢地意识到。不过说实话，虽说现在投票都很认真地了解一下情况，分析后才做出决定，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局外人的感觉。公民没那么好当，要在新的国家里同样需要努力学习，才能成为一个新的一员。要成为一个新的一员，有个成长的过程，更重要的有一个文化身份转变的过程。要把自己当作这个国家的人，要去深入这个国家的社会，了解这个社会，要把自己的生活和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连在一起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可能也不是1代2代人的事情。所以投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今天我就和大家八卦一下咱们新移民投票的苦恼，也许你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就说到这儿。